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最新一集嘅 MF101，我係 Anakin。今次要介紹嘅咧就係我手上邊呢支 Folender 最新出嘅 Helia Classic 50mm f1.5SC 鏡頭。咁正當大家都以為咧我會拍 APO Sona 啊、New F1 同埋85L 啊，又或者係 Ricoh 嘅 GR1S 嘅時候咧，偏偏咧就殺出咗呢支程咬金嘅鏡頭。咁呢支鏡頭咧，其實暫時市面上咧應該咧就冇廣東話頻道係做過一個評測嘅，咁所以我就急不及待咁樣咧，就想做第一手嘅一個評測片，去俾大家知道呢支鏡頭嘅用後感啊，同埋成像係如何。咁我哋而家就即刻嚟睇下呢支鏡頭嘅背景資料先啦。咁呢支 Folender 嘅 Helia Classic 50mm f1.5SC 鏡頭咧，佢咧係採用一個 M mount 嘅接環嘅，跟呢支鏡咧就有呢一個原廠嘅專用金屬遮光罩，同埋一個金屬前蓋，上邊寫住 Folender 呢個廠名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個做工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係啦，咁光圈咧就有 1.5 去到最細嘅16，鏡身咧就全金屬設計，鏡片咧就採用 Helia 嘅6片3組，光圈葉啦有成10片咁多嘅。雖然佢係一支 Rangefinder 嘅 M mount 鏡頭啦，但係佢最近對焦距離咧係可以做到 0.5 米嘅。Filter thread 咧就係 43mm。而重量咧，亦都係只有255個 gram 嘅啫。鏡片嘅 coating 方面咧，就從佢 SC 嘅名嗰度可以知道咧，佢係採用一個單鍍膜嘅 single coat。大家都可能隱約可以見到咧，佢嘅鏡片鍍膜咧係紫色嘅。而家咧就將呢支鏡頭放喺 Sony 嘅 A73 同埋 Leica 嘅 M6 上邊，俾大家睇下個樣係點啦。鏡頭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即刻去睇相啦。今次就分別用咗 Sony 嘅 A7R3 同埋 Leica 嘅 M6 影咗一啲評測嘅相嘅。首先，而家大家睇緊嘅咧就係 A7R3 嘅相啦。睇完數碼，而家就同大家睇下用喺 Leica M6 上邊配 Fujifilm 嘅 Extra 400、CineStill 嘅800T 同埋 Ilford 嘅 HP5 Plus 呢3隻唔同菲林嘅不同成像同畫質啦。
要留意翻呢支鏡頭咧，其實都有指邊嘅問題。highlight 位咧就係呢支鏡頭嘅弱點啊！大家拍攝嘅時候咧就要注意下嗰個光源嘅位置啦，小心你嘅曝光同埋構圖。最後送上幾張人像相俾大家睇下，呢支鏡頭咁柔嘅畫質下，膚質嘅呈現係點樣？聊用後感方面啦，第一樣嘢要同大家分享嘅咧，就係佢嘅外形啦。呢支鏡頭十分之輕巧啦，頭先都講過啦，就只有255 gram 嘅啫。而且呢隻新嘅黑色咧係非常之咁吸引眼球嘅。另外啦，佢用咗一個菱角形嘅對焦環同埋光圈環咧，其實嗰個手感咧係比以前用直紋嘅設計咧係舒服得多嘅。咁而今次 Frolander 咧係連埋呢一個專用嘅前蓋同遮光罩一齊賣嘅，唔使再另外去手購啦。咁我覺得呢方面嗰個誠意咧係真係唔錯嘅。唯一一點我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嘅咧，就係佢始終係一支 M mount 鏡頭啦。如果有一個 focus tab 嘅月牙喺度咧，咁對焦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更加舒服啦。咁但係佢呢一個菱形嘅對焦環同光圈環咧，其實已經做得唔錯㗎啦。咁所以月牙呢一樣嘢就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另外再買一個副廠嘅月牙套上去都可以嘅。嚟到銳利度方面啦 ，Frolander 出呢支 Helios Classic 咧，其實佢定位咧同銳利呢兩個字咧係完全冇關嘅。佢定位咧係要俾大家感受翻50、60年代 Single Core 嘅鏡頭嗰一種感受啊，嗰種氛圍究竟係點樣嘅？簡單啲嚟講啦，就係復刻、復古、懷舊呢幾個感覺。就係呢支鏡頭想帶俾大家嘅一個使用感。咁同銳利度冇關嘅原因咧，係因為當佢全開光圈 f1.5 同埋 f2 收半級嘅情況之下咧，佢嗰個成像係非常之柔嘅。我自己會形容咧係用咗以前 Softer Filter 嗰種柔焦鏡啦，又或者而家 Pro-Mist Filter 嘅嗰種感覺一樣啊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兩張 sample 啦，不論喺 f1.5 同埋 f2 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佢中央嗰個成像同埋解像力咧依然係有喺度嘅。大家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到條 link 咧係寫住 Akura 嘅。咁喺使用上邊咧，其實佢收到 f4 打後嘅光圈咧，同現代鏡頭嚟講咧又冇乜太大嘅分別喎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呢支鏡頭咧，其實佢係糅合咗以前 Helios 嘅鏡片設計啦，用而家嘅造鏡技術去做咗一支混血兒出嚟嘅。咁佢有一種舊鏡嘅氛圍喺度啦。當
全開光圈嘅時候咧，你係可以完全感受到呢一個 single core 俾到你嘅嗰個感覺係點啊。但係咧收光圈之後咧，佢又有一個現代鏡頭嘅成像同解像力俾到你，所以咧我就會好似頭先咁樣稱佢為一支混血兒鏡頭啦。咁我會建議大家用呢支鏡頭嘅時候咧，就盡量全開光圈或者 F2 去使用啦。始終咧呢一個係佢嗰個特色嚟嘅，盡量咧就將你嗰個對焦點咧放翻喺成個畫面嘅正中央嗰度，因為咧你將呢一個焦點放喺第二度咧，好似呢一張人像相咁樣嚟睇咧，其實個感覺咧你就好似 out of focus 咁樣，因為始終佢個解像力咧係喺中央一點咧先至能夠表現到出嚟嘅，所以喺構圖上邊咧就可能要 compromise 一下，將個重點咧就放翻喺正中間啦。咁嚟到色彩還原度方面咧，其實呢支鏡頭咧佢回歸翻一個 single core 單鍍膜嘅設計咧，好多人會第一時間覺得係淨係適合影黑白，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冇話一定嘅，因為咧呢支鏡頭佢影彩色嘅時候咧係俾到一種驚喜我嘅。好多時候大家用 single core 嘅鏡頭咧，覺得要影黑白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哋影出嚟嘅影像比較 flat 啊，嗰個 contrast 咧就係比較低，加埋咧就會令到人哋得出一個結論啦，就係我影黑白嘅時候咧，咁個成像咧就會 flat 啲。我喺後製上邊，不論係黑房啊，又或者係做 scanning 再做一啲後製嘅時候咧，都有一個更加大嘅優勢。呢一點咧其實係正確嘅，咁但係咧就唔代表呢支鏡頭咧喺影彩色嘅時候咧會特別失色嘅喎。大家頭先都睇咗彩色嘅相啦，其實我自己咧係幾中意佢嗰個 rendering 嘅，佢將所有顏色嘅 saturation 咧都撳低咗少少，而且個 contrast 咧都冇現代鏡咁硬啊，所以你喺後製嘅時候咧，俾到你嘅感覺就好似有一個闊啲嘅 dynamic range 咁樣俾你做後製，做一啲 highlight 同埋 shadow 嘅調整嘅時候咧，佢俾到更加多嘅空間你去做一啲微調。咁去到佢嘅 CP 值啦，嗱而家呢支鏡頭咧，因為新出嚟講咧，佢係賣緊6600嘅 SRP 嘅，比佢更加貴嘅 Folender M mount 鏡頭咧係有嘅，但係比佢平嘅咧亦都有嘅，攝住咗喺中間，究竟可以吸引到一班點樣嘅人去考慮佢咧？咁佢就會吸引到好似我呢啲中意玩唔同類型、唔同換味鏡頭嘅攝影人去留意佢啦。以一支50mm 1.5咁重 character 嘅鏡頭嚟講咧，呢一個價位咧，我覺得都值得考慮嘅。畢竟佢嘅市場流通率大啦，假如你真係玩完啦，你都可以好容易可以 trade 到其他鏡頭翻嚟試下嘅。所以我覺得 CP 值俾4分咧係值得考慮嘅。咁如果你想解放佢嘅最近對焦距離嘅話咧，你有兩個選擇。第一就係你用翻 M mount 嘅數碼相機，用 focus peaking 去做一個0.5嘅最近對焦。咁而第二個選擇咧，就好似我咁樣用一個 adapter 咧，就將佢放喺無反嘅相機上邊用啦。我自己用緊嘅呢一個 adapter 咧，就係 Folender 嘅 VM2E Close Focus Adapter。咁用埋呢一個 Close Focus Adapter 之後咧，其實佢係可以當半支微距咁樣用噶啦。嗰個對焦距離咧就差唔多可以去到0.2、0.3米咁近嘅。咁就真係一雞幾味啦！今次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法啦、意見啦、心得啦，就記得照舊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。臨走之前咧就唔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。咁最後咧就要喺度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啦。我呢個頻道咧就終於衝破咗1000個 subscriber 嘅大關啦。咁就希望嚟緊大家都會繼續支持我啦。咁就多多指教啊，喺下邊同我傾下偈啊，又或者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吹下水。咁今次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